年的电影被称为加拿大版《行尸走肉》，然而看过的人却很少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肖雅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部比较冷门的丧尸电影《血量子》。故事发生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小城镇上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镇上以捕鱼为生的老人，刚把捕捞上来的鱼开膛破肚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那些本该凉透的鱼竟然一个个死而复生，躺在案板上活蹦乱跳起来。老人顿时看傻眼，抓了40多年的鱼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品种，怎么开膛破肚了还能原地蹦跶？老人赶紧找到了儿子泰勒，他是这个小镇的警长，在老爷子看来是最有权威处理诡异事件的，必然是自己的儿子。恰好碰到泰勒养的狗误食了老鼠药，泰勒不忍心看他痛苦挣扎，果断开了一枪，送狗子去了极乐世界，紧接着就把狗尸丢进了自己的后备箱。之后他又从同事口中得知父亲有急事要找他。来到目的地，泰勒见到水桶里死而复生的鱼也很震惊，这些鱼没了内脏还能活，实在太诡异了。为了小镇的安全和稳定，泰勒干脆找来了车里的汽油，准备好好物理超度一下。但是他却发现没人的警车晃动个不停，打开后备箱，没想到死去的狗子突然咧着嘴扑了上来，泰勒眼疾手快，瞬间再补一枪。完事后便和光头老爹把鱼和狗全部烧烤超度了一番。泰勒刚刚回到家，就从妻子口中得知自己的2个傻儿子老大约瑟夫和老二莱索尔又给警察抓进了局子。拘留室里，兄弟俩无所事事的聊天，说着说着，和他们关在一起的男人突然吐血，随即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这时泰勒和值班警察一起来到这里，看着倒在血泊里的男人，值班警察询问兄弟俩发生了什么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男人就变异成了丧尸，直接扑到警察身上。危急关头，大家合力才将丧尸制服，但过程中约瑟夫不小心被丧尸咬伤。当然这里的人应该从来没看过小雅的视频，不知道丧尸是什么，单纯的以为男人是个精神病，发疯开始乱咬人。泰勒的前妻乔斯得知约瑟夫受伤，连忙送他去医院。到这里才发现，今天医院收治不少被咬伤的病患。没过多久，病房里传来骚动，原来已经有人发生了变异，正疯狂攻击着其他人，场面一度混乱。泰勒这边，他接到报警来到同事胖哥家中，因为叫不到救护车，胖哥的妻子只能在家自行生产。但他很快发现妻子生完孩子后就变得很不对劲，于是向泰勒求助。来到2楼，眼前一幕让泰勒瞬间目瞪口呆，冷汗直冒。看见泰勒站在身后，胖嫂立马贪婪地吼叫了一声，一个转身就给他扑倒在地。争斗过程中，泰勒不幸被咬伤，奋力踹了胖嫂一脚，才顺利逃回车上。很快胖嫂追了出来，胖哥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被妻子扒在身上各种咬，直到泰勒从车上拿到警枪，这才彻底送走了胖嫂。前往医院途中，泰勒遇到一辆救护车，乔斯、约瑟夫还有光头老爹都在车上。由于司机半路尸变，救护车被迫停在了路上。乔斯刚解决司机，车厢里又出了状况，一个女人突然尸变，好在最后大家制服了女丧尸。但在刚才的混乱中，每个人都不同程度被咬伤。按照一般丧尸片的规律，这都是要尸变的节奏。好在编剧根本不按套路出牌。时间线一拉，转眼便来到半年后，泰勒一家不仅没死，还带领小镇所有幸存者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社区。非要问我为什么，那就是他们全都是天选之子，天生自带抗体，丧尸病毒根本影响不了他们的中枢神经。吊儿郎当的莱索尔也正经了很多，平日里就带人负责社区的日常巡逻。这天，哥哥约瑟夫和妻子丽娜刚从外面带回3个幸存者，其中有一对父女，女孩看起来十分虚弱。按照规定，进入社区之前都要检查身体，确定没有被感染。女孩肩膀上有一处明显的伤口，显然是被丧尸咬的。眼看形势不对，女孩的父亲准备离开，不料莱索尔人狠话不多，把碍事的父亲打到一边后，准备对女孩下手。关键时刻，约瑟夫和丽娜出面阻止。双方争执不下时，泰勒出面主持大局。虽然他不赞同约瑟夫夫妇的善举，毕竟社区里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但来都来了，除了被感染的女孩，其他2个人都可以进去社区。一个是女孩的父亲，另一个是小伙子卷毛。
丽娜安慰女孩的父亲，因为他已经感染病毒，为了保护社区里的其他人，只能彻底杀死女孩。父亲无法接受现实，可是凭他自己并不能改变女儿的命运。刚才在门口只是初步检查，为了排除尸变的可能性，乔斯作为社区医生还必须问新来的人几个问题，比如在外面流浪了多久，有没有吃过僵尸鱼或者僵尸狗，身上看不到的地方有没有伤口。卷毛被问得很烦躁，不管乔斯问什么，他的回答都是没有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卷毛说谎了。肚子上发黑化脓的伤口说明他已经被感染，尸变只是时间问题。另一边，厕所的隔间里鲜红的液体不断流出，殊不知他的体内已经潜藏了丧尸病毒，下一秒他就变成了丧尸。泰勒收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作为人狠话不多的基地老大，泰勒面对丧尸向来杀伐果断，只是在跟丧尸搏斗的过程中，泰勒的后背不小心被抓伤，这并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勋功章又多了一枚。瞧他后背上数不尽的伤口，要不是对病毒免疫，不知死过多少回了。当晚，莱索尔在社区酒吧消遣，约瑟夫很快找了过来。就在兄弟俩聊天时，人群中突然传来尖叫声，原来卷毛也在这里，他已经尸变，正在啃食另一个年轻人。事发突然，丧尸病毒在酒吧里疯狂传播，等到泰勒他们赶到这里时，少说有10个人被感染。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泰勒、光头老爹和胖哥带上家伙，准备来一场硬仗。酒吧里的幸存者已经离开，留在里面的除了丧尸，只有惨不忍睹的尸体。清扫工作对于身经百战的3个老手而言，算不上什么难事儿。约瑟夫带着醉酒的莱索尔离开酒吧，万万没想到，因为对待外来者的态度不同，莱索尔竟趁约瑟夫不注意给了他一刀。随后，莱索尔将尸变的卷毛扔到外来人口聚集的地下诊所。担心妻子和母亲的安危，约瑟夫连忙找到他们。诊所里还有不少病人，和丧尸硬碰硬没有胜算。乔斯让大家保持安静，等待救援，可总有人不听劝，拦都拦不住。这个男病人夺门而出，没走几步就成了丧尸的口粮。听着男人的哀嚎声，大家爱莫能助。随着丧尸数量的增加，整个社区都受到了波及。泰勒从酒吧回来，随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中。先是利用车上的录音带将诊所外的丧尸引出社区，紧接着来到地下诊所和幸存者们会合。光头老爹打头阵，不愧是退役军人，刀法绝子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肯定会发生。突然，尸群突破封锁，乌泱泱涌了进来，场面瞬间失控。混乱中，泰勒和乔斯困在地下通道。为了拯救昔日的爱人，泰勒拼尽全力守住最后的防线。然而，丧尸实在太多，虽然泰勒不怕被感染，可也架不住尸群生啃啊。最终，泰勒寡不敌众，淹没在了尸群中。乔斯在光头老爹的帮助下逃出升天，一起逃出来的还有约瑟夫和丽娜。社区已经完全沦陷，他们不得不连夜开车离开曾经的美好家园。莱索尔这边在极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他宁愿社区被毁，也要途径外来者。这是什么脑回路？得知莱索尔在教堂里乱杀人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几个人不得不折返回去。和莱索尔一伙的男人对着无法反抗的人们大放厥词，殊不知光头老爹就在身后，一刀劈下来，男人当场领了盒饭。丽娜马上就要生产，乔斯只好留在她身边照顾，胖哥则负责两人的安危。不料突如其来的一把刀直接让胖哥透心凉，背后捅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莱索尔。完事后，他又把挺着大肚子的丽娜拖下车，不管乔斯说什么，莱索尔都无动于衷。他打开后备箱，把丧尸放了出来。就在丽娜危在旦夕时，约瑟夫从教堂那里赶了过来，二话不说砍掉丧尸的脑袋。遗憾的是，丽娜还是被丧尸咬伤了。约瑟夫将莱索尔带到一片空地上，赎罪的时刻终于来临。约瑟夫给了他一刀，随后光头老爹朝天放了一枪，附近的狮群闻声而动，迅速奔向莱索尔的位置。一行人来到湖边，准备坐船离开。此时丧尸大军也已经追了过来，光头老爹选择留下，独自对战千军万马，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虽然很壮烈，但是和约瑟夫他们一起离开不是更香吗？丽娜在船上艰难的生产，新生命的到来让大家看到了希望。
可是丽娜的身体里没有抗体，很快就要变异。在她的请求下，约瑟夫含泪开了一枪。故事最后，船只继续随波漂流，没人知道活下来的3个人会在哪里靠岸。作为一部很小众的丧尸片，之所以不出圈，归根到底还是剧情太拉胯。尽管血浆足够，妆造也合格，但各种唐突反转让人很迷茫，尤其是为了营造悲壮的氛围，强行让人物下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